哎，你好。你好，看一下吧。这里边我看没有什么住户呀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一个人都没有。京津新城，亚洲最大的别墅区，中国著名的鬼城之一，迄今为止已经过去了19年。这座曾经的鬼城，现在是不是依然空无一人呢？按耐不住好奇心，便驱车来到了这里，拍摄了京津新城的现状，还去看了一套价格仅为3000多元1平米的联排别墅，采访了在这里卖房的房产中介大姐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不但会了解京津新城这座鬼城的现状，也会发现中国房价最低的城市中，除了鹤岗，可能还有京津新城。从北京到京津新城大概120公里，我们驾车1个半小时后，从京济高速出来，进入温泉大道，就可以看到京津新城宏伟的大门了。穿过这个类似凯旋门风格的大门，映入眼帘的就是大气磅礴的中国版阿波罗战神金色雕塑。在阳光下，这些战马栩栩如生，神采飞扬，去与不凡，呈现出奔腾的态势。身后的阿波罗战神长出了金色的翅膀，栩栩生辉。阿波罗战神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光明、预言、音乐和医药之神，消灾解难之神，也是人类文明迁徙和航海者的保护神。只可惜，神话终究是神话，保护不了他脚底下这片面积高达260平方公里的亚洲最大别墅区。京津新城也叫合生京津新城，是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开发的大规模楼盘。在20年前，合生创展是中国地产界的 No.1， 然而却因为押错了宝，豪赌占地面积达2.5万亩的京津新城，并在其中耗费了近8年时间，累计投入200多亿元，得到的产出却仅仅只有不到100亿元。如今，京津新城背上了亚洲最大空城的名号，而它也让合生创展从地产界的神坛跌落。这里的3000套别墅，得益于当初铺天盖地的营销，都已经售卖出去了，但却少有人入住。随着合生创展跌落的，还有掏钱买房的老百姓。这是我们用无人机拍摄的一个别墅区的视频，可以看到整个别墅区的规划非常不错。得益于天津市宝坻区的水资源异常丰富，整个别墅区都是用河道来做的隔离，而且有的河道种满了荷花，这个季节是荷花盛开的时候，看上去非常的漂亮。别墅区的绿化也做得不错，从空中俯瞰下去，郁郁葱葱。这里的别墅小到200平，大到500平，院子的面积最大能到1000平。像这样的别墅放在北京郊区，那也是上千万的售价，而在这里，每平米的价格已经低到了6、7千。如果你愿意再往远处走几公里，甚至还有3000元1平米的联排别墅，稍后我们也会去看看。从航拍视频中可以看到，整个别墅区内停放的汽车只有零星的几辆，行人更是寥寥无几。当然，也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吧。不少别墅的院子杂草丛生，有的别墅房顶瓦片也是因为风吹日晒脱离了原来的位置，甚至破裂了，很明显是缺少维护。
我们从北京过来的时候正好是中午，别墅南边的商铺大多关门了，这里离入口比较近，还有一些店铺开张营业，比如这里的餐饮、超市门店，而稍微深入一些的店铺则全部都是关闭的。这曾经是一个温泉酒店，招牌上的字已经不全了，仅存的几个字也是锈迹斑斑。在同一个画面里，死气沉沉的招牌和生命力旺盛的绿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温泉酒店旁边是一个山西面馆，山西面馆也是像沙县小吃、兰州拉面一样著名的地方性招牌餐饮，它们都有着一样的特点，生命力强，可以生存在全国各种不同的地方，然而在这里也没有存活下来。往前走是一个商务酒店，招牌看着还很干净，看门上的告示，新冠疫情期间还在营业，显然没有撑过疫情最后的时刻。这座酒店永久地停留在了2021年的8月。商务酒店旁边是一家茶叶店，这家店与众不同地做了一个小灯箱，虽然倒闭了，看商店里面，临走的时候也收拾得很干净。茶叶店不远处是一个防水公司，室内的墙上写着“古有大禹治水，今有御洁防水”，显然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。按理说别墅还是需要这些商店来维护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也关门了。接着是一个酒店和饭店一体的商铺，招牌做得很大，内部的装修也花了不少心思，墙上贴着瓷砖和壁纸，很遗憾也没有经营下去。这边还有一个房产中介公司，看样子也倒闭了，别墅区的房子几乎都已经出售了。如果说连房产中介公司也倒闭了，只能说明二手别墅的房产看来也没有什么流通率。这是一个干洗店，如果是在其他地方，别墅周边的干洗店、洗鞋店生意都不错，但这里的却倒闭了。昂贵的干洗机也扔到了这里不要了，大门敞开，机器也落满了灰尘，难道就控制在这里了吗？这些机器就算卖二手也能卖不少钱啊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放在这里这么久了，也没有人来偷。有几个店铺门是开着的，我也进去看了看，比如这家，大门敞开，看墙上的字，好像曾经是一家科技公司。店铺里面上下2层，加起来估计得有个200多平米。整个店铺是装修过的，地上铺满了瓷砖，楼梯和卫生间也铺了瓷砖，能看出来当初装修的时候应该花了不少钱。不知道这家公司是搬走了还是倒闭了。很多店铺外面都贴着旺铺招租出售的告示，我觉得稍微有点经验的人都不会在这里开店了，更不会购买这里的店铺。再看看隔三差五张贴着的这个告示，店铺外墙都烂了，碰一下就有可能会倒塌，很明显年久失修，需要维护。但是你看有人来维护吗？后面几乎都是倒闭的店铺，可以看到之前来这里开店的还是有不少中高端的餐饮酒店的，但是无一例外都倒闭了。从店铺外面隔着一道墙就能看到里面的别墅，真心为来这里投资买房的人感到不值。买了没人住，店铺也没人开，风吹日晒几年，哪里都是破破烂烂。你说在这里建这么好的别墅又没有人来住，为什么呢？想不明白。再往里走，看到了当初为业主建造的运动场，如今也年久失修，篮球架、篮球框都歪了，篮网也烂了，孤零零的掉在这里。篮球场里面杂草都长到了1米多高。这块应该是羽毛球场，现在整个场地呢也是长满了杂草，应该是平时应该是没有什么人来玩。这里边是网球场，但是你看这个锁都锈成这样了，我估计平时应该是也不开。这个网球场的铁丝网呢已经倾斜的很严重了，感觉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，太危险了这个。从运动场出来，我们找了一家餐厅吃饭，正是中午的时候，餐厅里也没几个人，遇上了一位正在这里做装修的大哥，我们跟他聊了聊。师傅，您在这附近工作？我是干装修的。装修？哎，这别墅装修的活多吗？多不少。今年活可以。今年？今年合适干活。啊，这房子贵吗？这别墅？这房子别墅太贵，这房价都落下来了。都下来了？房价都落下来了。吃完饭，我们联系了房产中介，要去那套3000多元1平米的别墅，看看这个价格的别墅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看一下吧。这里边我看没有什么住户呀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一个人都没有。就有租的，他们是盛那个东西的，盛那个
建材呀什么的。啊，那边不有？那为啥只有一套在卖呢？这个我以为是好多套。一共3套。一共3套。对，但是就是这便宜。我跟您确认一下，您确认这个房价就是3000多一平，对吧？对，确认。确认200多平的别墅。对。行，我以为我看错了。房本也有了。好嘞。这是这套别墅在房产网站的信息。好嘞。哎呦，天井！一个人都没有。他说里边一个人都没有，这有点夸张了吧？这小区里边一个人都没有。哎，大姐，他这房子离那个宝坻南站有多远呢？8公里。8公里。那个宝坻南站到北京大概有多长时间呢？1个多小时。对，现在是动车。动车。因为那个两边都没修好呢。这里边都卖出去了，相当于。对。都卖了，都有房本，但是就是没有人住。我看这边好像有一家。那家是做中介，那家做中介的，租出去了。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做装饰的，他家租的，里边有建材的。这也都是当仓库用。我看这小区不都有人住吗？为啥这儿？小区都有人住，就这小区没人住。还有一个牡丹华府，牡丹华府的话比这个还强点，有那么1、2户住。那我问一下，就是假如买这儿房子那些水电了，就是基础设施，它水电都有，水电有，但是燃气没有。燃气没有，那就只能我自己用电了呗。对，你可以用煤气罐。暖气也没有。我住个别墅，再去拉个煤气罐。对，这个很正常。我跟你说，原来这些高层都是煤气罐。那高层还煤气罐？都是煤气罐，现在都是新安的燃气。哎呦我天哪，那图个啥呀？都住高层了。老小区都这样，最早时候建这一批房子都10多年，建这批房子都没有燃气。然后那是都是后改的，然后后改的那个。这边只有电跟水。只有电和水。藏燃气瓶。要不就只电。暖气、燃气都没有。我还想的是这儿房价这么便宜，我还想的是又是别墅。便宜有便宜的道理。我是长见识了。哎呀。
我以为是住满了呢，没想到就住的。住满了也不可能这个样，说实话。除了这个小区，等其他的别墅区还都其他好一点。也是这个联排对吧？不是，它分哪个小区。你像红坤园小镇的话，它也有联排、叠拼，但是叠拼的话都有地下的那种。那种的话就是单价的话要高一点，要比哪个小区都要高。多少钱？5000。起码说得7000多，最便宜的也得7000多。哦。就这种3000的价格，我估计就这小区独一份是吧？没有，还有水岸城春花园。水岸城春花园那个小区，那也是3000多。那个是联排290多平，然后90多万，100多万。这个是多少平？232。232，反正就是单价就属这个便宜。对。对，您要是再找那个3000多一平没有，就只能是这个。这个联动，这个天井还不错，相当于就是户型基本上没啥问题，就是没有人住，没有燃气，没有都一样，格局都一样。对，都一样。挺好的房子，为啥没人住呢？它离那个高铁多远？8公里，最少8公里。就是反正他说有公交是吧？有公交车，门口的话都可以坐。一天几趟呢？公交车的话，我还真没注意，反正来回总有半个小时，对。但其实1个小时真的要走电动车也能过去的。对，可以。电动车8公里还能接受。对。那边也有车，你要是坐高铁次数不多的话，它就是来回打车也行。到点的话，好多那个私家车都是打车。要住这儿，肯定就是1周才去一趟北京。对。天天去受不了。对。1周去一趟也不存在什么问题。是。行，那我们就先回去。您还有啥了解的，您就是微信跟您联系。行，好嘞，麻烦您了，大哥。没事，好的，辛苦啊，大姐。没事。没人住啊，这是个问题啊。3000一平的别墅，232平米，总价80万。看着都破成啥了，线都露在外边，没人管。小院子，别墅前的小院子，杂草丛生啊。这门帘也是，一看就是好久没用过了。整个小区没有一栋是有人住的。强烈推荐《最后的生还者》剧组来这里取景啊！整个小区没有一户人居住，看这个门被草堵的，草都比门高了。这要到了冬天，还跑到什么加拿大取景啊？就在这儿拍得了。也不需要人，就拿2个僵尸就行了，群演也好招，对吧？这破的。这个别墅小区房子早就卖完了，但却无人入住。我们离开这个小区的时候，问了问在这片区域工作的一位大哥，大哥说，这一片物业以前入住的人更少，这几年才逐渐有点人。我们看房的这个区域叫湘江健康小镇，按照房产网站的介绍，这里将会建设多个小区，共计10083户住宅，有的是联排别墅，有的是小洋楼、小高层和高层。从空中俯瞰下去，这些小区连成一片，密密麻麻。我们刚才去看的联排别墅，则是这片小区中偏高端的物业。整个联排别墅共计26栋，可以容纳531户人家。房产中介的大姐说，这里没人入住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通燃气，这点我非常认同。中国人做饭必须要用到燃气，用电来烧饭怎么会香呢？不过这也不仅仅是燃气的问题。我查了查资料，在这片区域周边几乎没有任何配套设施。从教育方面来讲，只有幼儿园，没有小学和中学。要知道，这里最早的小区已经建成10多年了，没有学校，小朋友怎么上学呢？医疗方面仅有一个私立医院和一家药店。购物方面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商场，只有能提供生活所需的超市。娱乐方面就更不用说了，公园、电影院、健身房一个都没有。这样的配套设施怎么能让住户入住呢？另外，我们看到，除了这些已经建好的物业，还有其他几栋住宅楼，看样子已经盖完了，但并没有在装修。在网上查看资料，这里有个小区房子已经延期交付，不知道是不是这几栋楼。
这几栋楼盖得非常高，看上去有30多层，房间非常多，应该都是小户型。稍后我们会进去看看这几栋楼里的户型是什么样的。盖这么多房子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全是空的，也不知道是没卖出去呢，还是没盖完呢，也不见他们装修。看外边的风景倒是不错。底下那个小区就是刚才去看的别墅小区，200多平的联排别墅，3000多一平米，有的在卖。这边估计都是小户型。进来一看，都是一个1居，带个卫生间，带个厨房，这是卫生间，这就是一个1居室，大开间相当于是。对面的高层，他们说也是3000多一平米，房价太便宜了。晚上，我们决定再次回到京津新城中单价最高的别墅区，想彻底搞清楚这里的入住率到底是怎样。于是又一次让无人机起飞了。现在无人机已经飞上去了。视频中，左边是别墅区外面的马路，右边是别墅区内部。别墅区的内部道路都亮着路灯，在道路之间是别墅，可以看出来有亮灯的房子确实不多。要知道，这小区的别墅应该有100多栋，才亮灯这么几个，确实有点少了。准备回去的时候，去别墅区门口的便利店买水，问了问经营便利店的大哥，说这个小区的别墅早就卖完了，但是入住率确实不高，而且入住的都是老人，有的老人甚至需要保姆来照顾。回到家里整理资料的时候，才想起来，在金色太阳神雕塑的后面就是京津新城的售楼处，这里已经废弃很久了，但招牌和资料还在。我也找到了一张当时的宣传资料，资料中显示未来这里会有4条线路的高铁，如今只有1条线路。我至今没有明白，一个楼盘承诺的内容都没有实现的情况下，是怎么把这些房子卖出去的。我更不明白的是，京津新城被称为亚洲最大鬼城、空城很多年了，但是这里依然还在盖房，还依然有人买，而且能卖得出去。不幸的是，这些楼盘在今年也出现了暂时无法交付的情况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不错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我会继续制作更好的视频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视频的最后是下午驾车在某个别墅区内部的视频，以及我对京津新城被称为鬼城、空城的分析，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。有非常多的媒体分析京津新城这个项目失败的原因时，都觉得是天津把重心转移到了滨海新区，而放弃了京津新城。这固然是一个原因，但最大的原因，我认为是京津新城本身并没有任何产业，它只是类似于燕郊的一座睡城。更失败的是，原本可以10几分钟到达北京的城际高铁，到现在也没有开通，让睡城都不具备资格。更悲剧的是，盖了10多年的房子连燃气都没有，最近几年才接通，更不要说周边的配套设施了。
如果不是在天津买房就能落户这个因素可以解决孩子高考的问题，我估计都不会有人来买这里的房子。所以，没有产业，没有开通城际铁路，基础设施不到位，才是被称为鬼城和空城的最大原因。我特别想知道，还在看这个视频的你，假设你手里有钱，这里的房子价格这么便宜，交通也算方便，你会买这里的房子吗？欢迎大家在视频区留言评论。